狐女彻底愣在那儿，她先是皱眉不解，而后便是低头凝思，面色从苍白到不信，从不信又到不愿信。道长您在诓骗小兰，对吗？并未诓骗。齐元老道露出几分苦笑。道友可观我双眼，是否与你心底所想的那位道长有相同的目光？狐女不由得仔细注视着，随即就陷入了迷茫。可道长，我心念的就是奇缘二字，我心有的便是道长之形。虚假终归只是虚假，道友啊，你只是着了相。贫道这几日查遍经文，得了一句外有慧而心无恙，亦可修得无上果。这句话的意思便是你我修行之灵不应以外相而论，当以心以魂而论。障眼法、化形术，甚至只是女子一些胭脂水粉，都可让一人的外相与另一人极其相似，但道心性情却不会有变化。道友，你确实寻错了人，且那高人是谁，贫道宁死也不可告于你。不如道友就放下这般心事，专注长生之道。道长您莫要说了。小兰缓缓后退半步，眉目中满是混乱。小兰心有些乱，想静一静。齐元站起身来，对着狐女深深做了一个道揖。此事给道友定会带来不少困惑，而贫道在此间也有不可推卸之责。今后若道友不嫌弃，贫道亦可为道友之友。只是因缘道侣之事，还请勿要再存执念。一是因不是，二是因无心，三是因本就虚假，何以筑楼？道友，此间若有得罪之处，还请多多担待。小兰眼圈有些泛红，低声道：小兰今日先告辞，待念头通透，定会给道长您答复。齐元起身，露出少许温和笑意，缓缓点头。小兰却低头转身，有些茫然地向前走了2步，又顿住步子，转身看了眼齐元，这才驾云飞入淅淅沥沥的细雨中，任凭衣裙被淋湿，渐飞渐远。齐元老道收起面前的矮桌，拿了一只崭新的宝囊，将这些物件都收了起来，挂在了一旁的树杈上。而后这老道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左右看了几眼，而后板起脸来。出来吧。李长寿的身形自10丈之外的树干中挤了出来，对着师父笑了2声，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师父当真令徒儿钦佩，美色当前，竟能如此坦荡。哼，还真在偷看。齐元老道本想板着脸训斥几句，此刻却被李长寿逗得一乐，笑骂道：你呀，罢了，随为师在此走走吧。哎，是。李长寿答应一声，2步跳到师父身旁，看师父拿出了拂尘，又向后溜了半步。细雨朦胧，仙力凝成的结界闪烁着淡淡光芒。李长寿跟在师父身旁，有一种莫名的恍如隔世之感。长寿，哎，弟子在。李长寿收回发散的心神，低头应着。齐元有些欲言又止，几次犹豫之后，还是缓声说道：我知你现在法力高强，神通广大，又为咱们人教圣人老爷做事，在天庭一手遮天。这是好词儿吧？这是在夸自己的亲徒弟吗？李长寿忙道：师父，您记得先把那个玉石带上。带着呢。齐元打开袖口，
那一块格挡心神探查的玉符被他绑在了手臂上。屈原笑道：这般大事事关你安危，为师如何会忘掉？但长寿，有件事罢了，也可能是师父感觉错了。师父，您要教训弟子，教训就是了，弟子都听着。为师只是觉得修为境界远不如你，怕说错了话，影响到你道心与修行。徒儿，在。你如今修为日渐高深，手中权柄也越来越重，可以随意改变大多数生灵的命运，是否也因此渐渐少了一份对旁人的敬重啊？李长寿闻言也是一愣，齐元继续道：蓝道友之事，最初你若与他解释明白，也省了他这么多年思念困苦，岂不比现在强上许多？为师并非说教你什么，或许也是因为师境界太低，所以才会这般觉得。长寿，你是否已在无意间就决定了旁人生死命途，而自身已是觉得这都不算什么大事？因果轮回，一因一着，若是忽略这般因果，怕是会为你前路埋下一些隐患呐。为师曾听门内一位已逝的天仙讲课，这位师伯讲到过，莫以弱小而欺，莫因豪强而惧，如此方才是人族之先呐。师父，我并未。长寿。齐元看着李长寿，抬手拍了拍李长寿的肩头，笑道：为师已教不了你修行，道理也不如你懂得多，只是因小兰之事有些感慨。以前为师最担心的就是你会走上歪路歧途，但为师一直觉得你心底自有一份正直在，只不过你不敢表达，习惯了稳妥。你可知师父当年为何会收灵娥回山？弟子不知。本是觉得灵娥性子活泼，想让她多影响你，没想到她资质竟然如此出众。不过此时看来，当年确实是为师多虑了。你且仔细想想蓝道友之事，若能对你今后有些裨益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齐元甩了甩拂尘，扫在了李长寿的胳膊上。这算是此事对你的惩戒。以后你也是天庭的一号大人物，为师也不能随意教训你喽。齐元老道摆出一副颇为遗憾的表情，而后大笑两声，凝了一片云，朝着山门而去，心情颇为舒坦。敬重之心，因果轮回。李长寿喃喃低语，站在细雨中久久未动弹。不知何时，空中阴云散了，细雨渐渐停了，林间起鸟语，微风伴花香。一束束阳光透过缝隙照亮林间各处，忽听得一声轻笑，伴着清凉微风徐徐而来。怎了？莫非是被尊师训了？李长寿忽然转身看向不远处的树下，看到了那尺长的夕光，看到了负手站在树下的仙子伊人。刚被师父教育了一顿，转身又见到了那位喜欢身着白衣飘飘若雨的仙子大人，李长寿的心底一时也是百味杂陈。
倒不是被师傅训诫让人看了去，觉得面子上挂不住，主要是这要是被人看见，那渡仙门岂不是暴露了？虽然上次在渡仙门伏击妖族之战，李长寿已经全力地装饰出天庭提前埋伏的情形，但始终很难瞒得过那些善于推算占卜的大佬。云霄缓步向前，虽然走在泥泞之上，但是绣鞋却不染半分尘埃。李长寿清清嗓子，向前迎了2步，做了一个倒揖。云霄于半丈之外欠身行礼，柔声道：可否对我说一说此前发生了何事？师父的着仙境还是刚刚之事。云霄的笑容多了几分温暖。若你愿讲，我都是愿听的，总归是能多了解你一二。先等我一阵，我让本体赶来此处。云霄颔首答应。李长寿的这一具纸刀人身形摇摇晃晃，化作了一只纸人，遁入地幕。不多时，李长寿出了山门，驾云到了此处。他本想说几个笑话，逗云霄温婉一笑，就如此前那相见一般。但是今日不知怎么，李长寿没来由地叹了一口气。抱歉，今日我心境有些不稳。云霄轻轻摇头，柔声道：你是准备只在自己心情舒畅时才与我相见吗？并非是这般，只是……与我说说此事吧。若尊师训你有些偏颇，那我去与他理论几句。李长寿闻言一阵轻笑，自知云霄仙子是在开玩笑的吧。当下2个人在这山坡上漫步闲谈，李长寿将狐女之事的前因后果一一说来，也解释了狐女与师父姻缘红绳之变更。李长寿坦然道：前后2次面对这狐女，我心态确实起了一些变化，少了几分考虑，多了几分不以为然。师父这般教训我，却也都说到了点子上，我自反省就是。尊师所教训你的那些话，有些在理，有些却是忽略了你的处境。你发自微弱，以凡人之身修行至金仙，却过早参与到了大教之争，走错一步便是生死道消。当时你为了遮掩自身，自不可能说是以旁人形貌活动之事。处置狐女时，对你而言本就是两难之选。但是这一点，尊师就有些自说自话，理所当然，却是说的不对的。怎么感觉仙子对师父训我这件事略微有一点点的不满啊？仙子可是在为我鸣不平。云霄注视着李长寿，2个人目光相接，又同时扭头错开眼神。我处置的方式确实有些粗糙，而且师父嘛，教训弟子天经地义，尊师重道才是咱们道门弟子的风范。尊师为何修成了浊仙？此事说来话长。李长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与云霄寻到了一处凉亭，入内歇息时讲起了师父的那一段爱恨情仇。青梅竹马，仙路眷侣，道基被毁，师伯惨死。得益于圣母宫的第一次漫画集训，李长寿此时讲故事的能力也上升了几个台阶。云霄听的是颇为入神，听闻晚将与香消玉殒于北周毒瘴，也是连连惋惜。后天生灵修行当真不易，本就有诸多磨难，又伴着人心恶险。李长寿心想，其实也不是多难，不过就个人而言啊，我感觉师父才惨呢。本是资质不错的仙苗，却被歹人算计，被毁了道基，几乎在天劫之下魂飞魄散，又在门中煎熬了1000年。师父渡劫时，我尚未成仙，只能够出此下策，用毒丹让师父冰解化作了浊仙。
此时想来也颇有些遗憾。若师父当时不急着突破，我能劝师父多等个100年。世上总归难有十全十美之事，确实不应多想多求了。尊师当时为何急于突破？一是外部的压力，师父被同期弟子拉下了太远太远；二是师父自暴自弃千年之久，心底早已经放弃了成仙契机，赴死对他而言便是解脱。我非师父，不知师父心底是何等煎熬，故也不敢劝师父多等100年。虽常说有己及人，却实难感同身受。正因这般，有些话才要说出来，莫要闷在心里。我本是听说你被瑶池王母处以雷罚，故寻你看望，不曾想又遇到你被尊师说教，心底若有困苦，与我言说也是可的。嗨，这算什么打击啊？李长寿本是想这般回答的，毕竟这么点事儿啊，确实不算什么，连修行路上的小调剂都称不上。但是他心中一笑，看云霄这般认真又带着少许期待的表情，莫名的起了一点小心机。他面色凝重的点点头。可能是因为一路太顺，被不明真相的师父这般训斥。天庭那个事儿也没办法，既然答应了玉帝陛下保守秘密，自不能对王母娘娘言说，被罚也是理所应当。最近确实压力太大了。我该如何帮你缓解？云霄话语一顿，抿起薄唇，脸颊有一瞬微红。我可不尚武。